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。这期讲两个 VPS， 一个就是这个 P-Panel， 它是目前传说中 VPS 面板界的扛把子，它可以做大型 VPS， 它就像《山海经》里的魁牛一样，行稳致远，功能强大。另外一个 VPS 就是这个边缘通道，之前讲过它的 1.0 版本，现在大佬升级成了 2.0。我还没试过，这次试一下。首先看一下 P-Panel， 它是可以做大型 VPS 的。什么是大型 VPS？ 你等会看完就懂。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，我视频主打就是不花钱，是的，它就是免费的。除了它会卖自己的面板主题的皮肤，其他都是免费的。我们要的功能都是免费的。点一下 GitHub 按钮，这个就是它的 GitHub 仓库了。要配置 P-Panel 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一个域名，域名的话收费或者免费的都可以，但你需要一个域名。另外你需要一台 VPS 的服务器，一共就要这么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域名，一个是服务器。有了域名和服务器以后就可以开始了。如何申请免费的域名，之前也讲过好几个。免费服务器这次用的是谷歌云，如何申请免费的谷歌云之前也讲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我直接就开始连谷歌云了，用这个命令连上你的谷歌云。希望你已经配置好你的密钥了，密钥应该存在你本地某一个可以方便你使用的地方，这样就是连上了。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它基本的配置，2核1G 内存，总大小29G，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小机吧，将将可用。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看一下系统，它是乌班图的。用这个命令更新一下软件，稍等一会儿，更新会等待一段时间。更新好了以后，用这个命令把这3个东西装一下，需要有 root 的权限，用这个命令转换成 root。再次用这个命令安装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刚才是有安装 Nginx， 我们看一下 Nginx 是不是装好了。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Nginx 是不是装好了，是能看到 Nginx 了。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启动一下 Nginx 启动了。用这个命令安装一下 Acme， 它是帮助自动获得 SSL 和 TLS 证书的。我们目前要的是 SSL， 按回车，安装成功了以后，用这个命令把 Acme 的路径暴露一下，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进到 Nginx 的配置文件夹底下，进来以后用这个命令创建 P-Panel 的配置文件，按回车，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，确实是创建好了。我们之前安装了 Vim， 现在用 Vim 打开这个配置文件，按 I， 然后粘贴。这个就是配置文件的内容了，记得这个部分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，这里有3个都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，保存一下，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，内容已经保存好。用这个命令回到根目录，回到根目录以后，用这个命令重新加载一下 Nginx，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在 Nginx 的配置底下加了 P-Panel 的配置，按回车可以正常运行。用这个命令创建 Acme 的验证目录，用这个命令创建 P-Panel 的证书目录，用这个命令使用 Acme 创建证书。记得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。这个域名可以已经有 DNS 解析并托管，也可以什么都没有。我这个就什么都没有，它只是一个域名，但是你运行的时候要替换成你的域名。按回车，出现了错误。命令的格式不正确，修改一下，改成这样，分行写，看上去也比较清楚。按回车，这样就开始执行了。运行出错 ，DNS 有问题，大型打脸现场。你的域名必须托管，必须要有 DNS 的解析，绝对需要一个 A 记录，有了 A 记录才能暴露你的域名，不然在网上连不到它。我们先去托管一下域名，然后给它添加一下 A 记录，然后再过来。用这个命令先退出云服务器，退出以后去托管一下，等会再连回云服务器就可以了。等托管好，添加了 A 记录以后，翻车了，要想办法把车翻回来，去托管一下刚刚使用的域名，点加入域，在 Cloudflare 里面粘贴这个域名，点继续，选择免费计划，点继续前往激活，点确认，复制这2个 NS 记录，2个都要复制。复制好以后，保存到你本地一个你等会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。回到域名提供商 DNS HE 这个地方，点 DNS 服务器，粘贴刚才那2个 NS 记录，点一键替换，这样就替换好了。
状态也变成已解析。回到 Cloudflare， 点继续，解析需要一点时间，等一下再来看。连到我们的服务器上去拿我们服务器的公网地址，连上服务器了，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公网的地址就是这个，复制粘贴保存到你本地一个等火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，这样等火可以用来做 A 记录。那30分钟，域名的状态变成活动了，在 SSL 底下检查一下边缘证书，证书也变成有效的了。点一下 DNS， 点一下记录，我们要添加一下 A 记录，点添加记录，类型为 A， 先给域名本身添加一个 A 记录，粘贴刚才的你的服务器的网地址，开不开代理都没有太大关系啊，满开一下，开一下好一点可能。点保存，点添加记录，依旧是 A 记录，我们有3个子域名要添加进来，一个是 user， 域名依旧是服务器的域名，点保存，继续点添加记录，这次是 admin， 粘贴 IP， 点保存，再次点添加记录，这次是 API， 粘贴 IP 地址，点保存，这样 A 记录就添加好了。A 记录添加完要稍等一会儿，它要解析一会儿才会起作用。等了3分钟左右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可以了。用这个命令测试一下，就可以发现是有 IP 地址了，这样在网上就能够看见它们了。回到你的云服务器，再次用这个命令生成 SSL 证书，要切换成 root 权限，再次用这个命令生成证书，看上去就在运行了。好的，这次证书就正常运行生成了。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安装一下你的证书，记得这个部分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，按回车。命令的格式有一点问题，分行写一下，再次运行这个命令，重新安装好已经分配的证书，这个就是安装好了。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每天早上1点半自动续期一下 SSL 的证书，使 SSL 的证书永不过期。记住这几个地方都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，按回车。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定时任务是否设置好了，能看到这样的回应就是设置好了。定时任务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。接下来要修改一下 nginx 的配置，用这个命令打开 nginx 的配置文件，用这个命令把整个文档都删掉，按 I 复制这一整串的配置文件。记住像这种地方都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，这文档里会有好几个都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。复制好以后粘贴进来，退出保存，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，按回车，东西都存进来了。修改好 nginx 的配置文件以后，用这个命令重新加载一下 nginx， 按回车，检查 nginx 语法和重新加载 nginx 的时候出现了错误。错误是直接把服务器加到了配置文件里面，应该是要放在 HTTP 的模块底下。修改一下配置命令，把我们所要的这几个服务器全都放在 HTTP 的模块底下。复制，打开 nginx 的配置文件，输入这个命令完整删除，输入 I 粘贴 ESC 退出，输入这个命令退出并保存。需要使用叹号进行覆盖，重新输一下，给一个叹号，按回车，按回车一下，没有效果，那先用这个命令退出一下。刚才没有权限，用这个命令变成 root 用户之后，再修改一下 nginx 的 config 文件，再次打开 nginx 的配置文件，输入这个命令，把整个文件都删掉，按 I 复制好这个新的文件，粘贴，输这个命令退出并保存，查看一下新的文件是不是已经修改好了，东西都已经放到 HTTP 这个模块底下了。清理一下页面，用这个命令检查一下 nginx 配置文件的语法和重启一下 nginx， 按回车，语法没有问题，进程已经启动，那域名和 nginx 的配置就做完了。现在开始用 Docker 进行部署，回到 ppanel 的官网，点 Documents， 在 Document 底下找到快速部署，我们选择的是 Docker 部署。Docker 部署有2个部分，
它前半部分说的是逐步的部署是怎么做，一共有这么4步，然后会用这些来到达相应的不同的面板，这是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。继续向下拉，我们用的是这个一键部署。作为一个小白，我就喜欢一键部署。翻译一下，面板的默认端口是8080。下面这个就是一键安装的命令了，它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使用 curl， 一个是使用 webget。我们选这个 curl 的，点一下复制，回到你的云端的服务器，确定权限是 root， 把刚才复制好的一键安装的命令粘贴到这里，按回车，现在就正式开始安装了。选择语言，1是英文，2是中文，我选2，它会逐步开始安装。然后是选择要执行的操作，1是一键部署，默认就是1，直接按回车让它一键部署。现在要输入 API 的 URL， 我们就输入一下 API 的 URL， 记得这个部分要替换成你自己的域名，按回车，输入管理员的账号邮箱，根据它官网的讲法，默认的管理员邮箱复制一下，粘贴到这里，按回车，这样就开始下载了。稍等一会儿，它这里的操作有好几个。第一次的话，应该是会要选用这个一键部署，我们刚才选的也是一键部署。之后，如果你需要更新啊、重启什么的，也都有对应的服务。部署完成，这些是你等会可以访问的服务，复制粘贴，保存到本地一个你等会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。这是刚刚创建的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，但是P-Panel 的 MySQL 的数据库是错的，没有办法启动。使用这个命令，看一下磁盘是否还有空间。磁盘还有足够的空间。现在整个系统都变得非常的卡，应该是资源爆了，也就是可能会物理翻车啊。但我们还是想看一下 P-Panel 那个数据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正常启动，非常卡。每一个命令都要等半天才能弹出来。你可以用这个命令查一下 P-Panel DB 为什么没有正常的启动，这样可以查看它的日志啊。现在非常的卡，很明显是物理翻车了，也就是很可能是系统资源不够，已经爆了。但是这个并不是没有借鉴意义啊，因为大家看到了前面包括配置、包括命令、包括安装的步骤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很可能只是因为物理翻车啊，而且非常可能就只是因为云端服务器给的内存不够啊。因为 MySQL 本身就是一个吃内存的大户啊，这个已经执行了很久了，完全刷不出任何的日子，应该就是物理暴击了。准备换一个命令，直接查看系统的资源信息。刚才加载 P-Panel DB 的那一个进程已经直接崩掉了，我是退出以后重新连接的，连接也非常的缓慢，重新登录都非常慢，应该是物理暴击了。进到 root 权限，等会儿会使用这个命令直接查看资源，就不再去查看 P-Panel 的 DB 的那个启动失败的问题了，应该是资源耗尽导致启动失败，也就是物理暴击的。但是你看到前面它的配置、安装的步骤、使用的命令都是没有错的。换言之，这是一个大型的物理翻车现场。虽然是大型物理翻车现场，但并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借鉴。就比如说刚才这个谷歌云它卡掉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它重新退出去，然后再次允许它重新登录回来，而不至于云服务器崩掉。在本例中用的是谷歌云，谷歌云有一个 Serial Port， 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实例，在 VM 实例底下选择编辑，把这 Serial Port 打开，默认是关掉的，然后回头，这样你就可以从谷歌云本身直连到它的服务器上，而不需要等待本地的响应。但是这个也是在本地运行崩溃的情况下才用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通过谷歌云的 SSH 自己连上去，但是如果你本地运行都崩掉的话，这个也是崩掉的。所以你还是要打开 Serial Console。打开 Serial Console 需要你的之前配置 SSH 的那个密码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配置密码更方便，因为你只需要按回车就好了，没有密码就直接按回车，有密码输密码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技巧。复制一下命令，等了好久终于进来了，现在是无法输入的，只能复制粘贴。
用这个命令主要就是看一下资源和过载，按回车。这里就是又要等了，这就是资源爆了，物理暴击啊！等了好一会儿，资源的输出命令终于是打开了，过载超过了17倍，这肯定是严重过载啊！内存958，已经使用了918，这基本上就是内存耗尽了。MySQL 直接使用超过44%。也就是数据库直接使用了超过44%的内存，这样子这个数据库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没有数据库的话 ，P-Panel 本身无法运行，那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一个物理暴击的现象，就是谷歌云给的内存不够，它只给了1G，现在基本都要占满，也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再继续，但是没有太大关系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这虽然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，但是也不是不值得围观，因为你看到前面安装的步骤、配置和使用的命令全部都是可以用的，也就是全部都是正确的。它唯一的问题是谷歌云给的资源太小，内存爆了。前面大家也看到了。服务端的 API 的 URL、admin 的 URL 和用户的 URL 都是生成了的，管理员用户账户和密码也都是生成好了，主要就是系统的内存崩了，导致没有办法继续。讲白了就是物理暴击了，这种物理暴击就没办法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使用 P-Panel 的话，你的免费的服务器至少要2G 的内存，最好是有小伙伴能够推荐一下有没有2G 内存的免费的云端服务器，这样我就有把握继续。不过前面的设置命令和安装步骤都是没有问题。安装好以后的操作，我们可以继续看 P-Panel 本身提供的这个 demo 的样例。那服务器上这个就是资源耗尽、过载严重，关掉、退出。通过刚才的这个大型的物理暴击现场，我们知道如果想玩 P-Panel 的话呢，至少要2核 CPU 和2G 的内存。如果能达到这个条件的小伙伴就可以继续。不过我们也可以到它的官网看一下它的 admin 的 demo。如果你也配置好的话，就会变成类似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变成这样一个 UI。如果你配置并安装完成的话，而且没有物理暴击的话，你会使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URL 来进行登录。它这里有一个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，但是小看一会儿它就会自动的弹出来，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个样例。然后它是在这里可以选择语言，进去以后就是能够设置节点。那为什么它是大型 VPS 呢？因为它能设置很多的节点。圣诞节、春节的假期到了，大家有坐飞机出行的小伙伴，祝你们机场愉快、顺利。那这个就讲完了，我觉得我会弄一个博客出来，专门把命令那些收集起来，因为那些命令应该都是正确的。虽然遇到了一个大型的物理暴击现场，看一下这个边缘通道，之前讲过它的 1.0 版本，现在大佬升级它 2.0， 已经升级了一段时间了，我还没有试用过，所以来试验一下。部署的过程总体来讲和 1.0 很像，但是看上去它的部署以后的面板界面是有比较大的修改，应该是能够避开1101的错误。下下拉，这里就有它的部署的方法，一共有3个方法。大佬说这个是最佳推荐，我们就选择这个最佳推荐。我这个人很听劝的。这里是环境变量，必填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用来做面板登录密码的，它是有视频教程的，但是看文字比较快。点开这个，查看它的详细的部署信息，按照它这个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。下载 main.zip， 上传 main.zip， 创建 pages 文件，上传 main.zip， 创建 pages 项目，设置环境变量，然后再次上传 main.zip， 之后是设置 KB 空间，变量名必须是 KB， 之后是绑定自定义的域名，绑定域名之后即可直接起飞。这里写了是用这个链接以及结合这个密码就可以登录到管理界面了。总的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步骤，点这个就是它的压缩文件了。下载好以后在本地解压就会得到这么一个文件夹，点进去以后就会看到这是它的内容，向上拉，这些内容和它的仓库内容是一模一样的。
这个图片没有任何的用处啊，直接删掉。这个 readme 也没有作用啊，一样的删掉，就保留这3个就可以了。用 text edit 打开这个 works 文件，全选复制一下。我们要准备做一下混淆，之前做混淆用的是这个，但是现在它要注册账号了，虽然还是有免费档的，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个平替，就是这个。向下拉，这里有很多的选项，其他的都不管，你只需要管第一个。第一个里面全部都勾，除了这个死代码不要加，不要勾这个，这样会添加一些没用的死代码。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自己用的，用不着添加死代码。回到顶部，全选删除，粘贴 works 的代码进去，然后点 obfuscate， 这样就会出结果了。点一下复制，回到本地的 works.js， 全选删掉，粘贴这个混淆好的代码，点击保存，保存好了关掉。然后在你本地的文件夹回到上一集，选中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改成 man。 为什么要改成 man 呢？因为大佬建议的名字就是 man， 所以我们也改成 man。 右击选压缩，这样压缩出来的结果就是 man.zip 了。打开你的 Cloudflare， 复制一个你已经托管好的域名，粘贴到一个等会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，然后点计算和 AI， 点 Workers and Pages， 点创建应用程序。如果要去 Pages， 要点一下 Get Start， 因为 Cloudflare 最近改版了一下，点 Get Started， 选择拖放文件，点开始使用，给一个自定义的项目名称，注意避开敏感词，点击创建项目，把你的刚刚压缩好的 man.zip 文件拖进来，上传成功，点部署站点，这样第一遍的部署就成功了。点继续处理项目，点击设置，回到 GitHub， 复制一下这个必须设置的环境变量，回到 Cloudflare， 在变量和机密这里点击添加，粘贴变量名，这个是面板的登录密码，你可以设一个自己喜欢的，这里是为了快速出结果，所以就使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。点击保存，点击创建部署，在更新了环境变量之后要再部署一遍，这个环境变量才会起作用。点创建部署，还是把 man.zip 拖上来，再传一遍，然后点保存并部署，弹出了这个错误，那这个项目就已经被阻止了，换言之这个项目可能不能继续了。那这个 2.0 版本的项目就需要斟酌使用了。我的部署是没有成功的，这里一直在加载，而且刚才弹出了已经被阻止的消息，再往下做就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如果有部署成功的小伙伴可以来说一说。我这个应该是已经被阻止了，这个可能就算是大型翻车现场了，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小伙伴出来说一说呗。但是这个项目的新真的很多啊，25000多不算少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方法的。这里讲了2个，但是事出不利。第一个是这个 P panel， 虽然配置命令我安装步骤都没有问题，但是遇到了大型的物理翻车现场。第二个是这个 Edge Tunnel， Cloudflare 直接没允许继续，但是它的星很多，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另外就是求推荐一个2核2 G 永久免费的云端服务器，不是甲骨文，最好能推荐其他的。P panel 虽然遇到了大型物理翻车现场，但是条件够的小伙伴依旧可以试啊。目前在网上的评价还是不错的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